就有很多人传授这些知识。那我们看看这个他们传授的知识什么样子。好，他发现他的植物上有这个虫子，在想办法怎么去防。找了这个砧板，找了大蒜，准备做一些所谓有机的农药，再找洋葱，切碎以后看他怎么操作的。切得很细，做得很蛮认真，跟做菜一样的。倒进辣椒，放进肥皂水，搅拌，跟做菜一样的，很花功夫，很认真。静置24个小时，起出这个液体，倒在喷壶里边过滤以后喷。说起来有效，但是这个方法呢，其实我不是相信它，我尝试过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个人怕辣椒，但是呢，虫子是不怕的。第二个，肥料的问题，大家非常关心肥料。你看他在做什么呢？他把这个厨余打碎，打得很碎，每天家里面都有很多厨余，如果能利用，那当然很好。但是呢，他把厨余直接倒在地里面了。他的说法就什么呢？就说这个菜可以长得很好，给菜当肥料。但其实这个做法呢，是看起来是这样，实际上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厨余我们人不能利用了，但它里面含的是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纤维这些东西的话，植物并不能直接吸收利用。那植物利用什么呢？植物利用的是氨盐、硝酸盐、磷酸盐、钾盐，它并不能吃氨基酸，更不能吃蛋白质，更不能吃纤维素。那这个过程谁来参与？就是动物参与。于是浣熊可能来，松鼠可能来，老鼠可能来，然后的话完了这个甲虫来了，特别是甲壳虫，金龟子啊、黄瓜甲啊，它来了。它来什么？它来把这个找到这个腐烂的东西，把脑产到那里，来给它的后代准备吃的。另外的问题，比如说它这个埋得浅一点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呢？在分解过程当中，它会产生有机酸，会产生这个氨气，会发热，那直接会把这个菜根就烧死了。并不是像他说的那么重，不可以这样做的。这样做了以后，可以说是后患无穷。我们看看第三个，好，菜上有甲虫，找了一个保利瓶，把菜套起来，看他要干什么。找了很多小苏打撒上去，他的说法呢是小苏打可以让虫不会去吃菜，但是我看他这个呢，纯粹就是为了做视频。为什么呢？他找的这些甲壳虫，这甲壳虫据我所知，它不是在地上爬的，它是带翅膀飞过去菜上的，所以你撒在地面上没用。这个并不能阻绝这个甲壳虫。也许就是说直接撒到鼻涕虫上，对鼻涕虫会有一些作用，但是呢，小苏打的话，它是弱碱性的，水一冲溶解在土里面去了。多次使用的话，那这个碱性下去以后，对菜是有害处的。不但杀不了虫子，对菜有害处，还把土壤搞坏了。这种做法不可取，就是纯粹为了拍视频，有点糊弄大家的意思吧。我们再看看做什么。做了一盆摇苗菜，葵花摇苗菜，搅一搅，把上边浮起的种子，它干什么？拿出来种在花盆里面。视频看着很奇妙，能新长出苗出来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基本的常识，只要学农的都知道，为什么能漂浮起来的种子都是不成熟的种子，别种子根本就没有发芽力，或者是有发芽力也是很差的，不可能长出像它这种长出来漂亮的苗出来。这个的话，也未免有点太糊弄人。当然，如果不了解这个的话，以为说，哎呦，这个废种子都能长出苗来，多好啊！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再看下一个。淘米水，放整颗的玉米放进去，好，拿了发芽，整颗的玉米很快长出这个几十颗小苗出来。这个的话，也就纯粹为了什么？为了吸引大家这个网友的眼球。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一个，整只玉米放下去，即便出苗出来，密密麻麻的苗，它这个苗怎么栽法？怎么分开去栽？如果不分开拿去栽，那出来在一个点上就有几十颗苗，这是第一。
那密度过大根本不行。如果飞苗分了，这个苗肯定是受损了，这是其一。照这个方法的话，根本这个玉米就长不了苗出来。为什么？淘米水里边含有一点养分，没错，但是呢，靠这个纯粹水来发苗的话，如果说是你不换水，我们做水培秧苗赛就知道，不换水3天4天一定发霉发臭，那这个玉米棒不到1周苗这个可能刚刚发芽，甚至芽都没发出来，整个玉米棒发霉发臭了。这个实际上也是糊弄人的。这个视频因为通过剪辑以后给你看起来，哎呦真奇妙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再看下一段。好，吃过的胡萝卜，把这个胡萝卜这个我们叫的胡萝卜屁股不能吃的这个砍了丢了，通常是做鸡蛋厨艺就丢了。它拿来干什么？它拿来放在水里头发胡萝卜苗。好，这个呢也是一样，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这个稀奇而已，很稀罕而已。哎呦，居然这样都能长出胡萝卜出来，其实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第一，就靠这个胡萝卜格底一点点，水里面没营养，它能长胡萝卜叶子，没错，但长不长，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这是肯定的。第二一个，这个胡萝卜它绝对不可能给你长出什么新胡萝卜出来。那一样的，这个水里边你换水还是不换水？你不换水，水发臭；你换水以后，这个没什么营养了，那胡萝卜这个头，不到2周恐怕就是绝对是当垃圾扔了。鸡蛋，很喜欢鸡蛋。那首先一点，跟别的这个视频一样的，那鸡蛋里面的蛋是什么呢？它是蛋白质。蛋白质它到这个氮肥还有一个分解过程。这个分解什么东西参与呢？动物会参与，昆虫会参与，真菌会参与，细菌会参与。即便这个鸡蛋非常容易腐烂，非常容易分解，但是也是4周到5周的过程。那这4周5周的过程，植物根本没法吸收利用。但这个过程当中，动物来了，昆虫来了，真菌来了。何况的话，在一棵苗里面培一个鸡蛋，也未免这个从经济价值上也未免这个算不过来，没必要。但类似的点子还很多，有人往里头这个把黄豆煮熟了埋进去，把豆渣埋进去，所造成的什么呢？所造成的后果是贻害无穷，动物的骚扰，这个病虫害的增加，是有的直接就是烂根。另外的话，鸡蛋壳里面的钙是什么钙呢？是碳酸钙。碳酸钙它稳定性非常好，植物并不能直接吸收利用。植物能吸收利用的是碳酸氢钙里面的钙离子在水里面释放出来，植物才能吸收利用。所以鸡蛋壳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个钙。另外的话，用鸡蛋壳来发苗，他说的很好，就当一个发苗的容器。但是呢，发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它有一个涉及到一个水分供应的问题。那水分供应就有一个水容量的问题。水容量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基质它需要有一定的保水性，同时的话又含有空气。如果容积不够，